清楚了吗？这就是那个贼人的藏身之地。回陛下，千真万确，长乐公主就在此地。他奶奶的！敢拐走我们大唐最尊贵的长公主，俺老程今天非活劈了这山野村夫不可！李子啊，李治，你性子怎么烈？就算你不喜长孙冲，也不该出逃啊！这2年，你跟着一个野男人，到底吃了多少苦头啊？随朕进村，若丽子少了1根头发，朕要这村子夷为平地！呼，大功告成！嘿嘿，小家伙们，爹这融合了顶级微墨加机关术的 V8 发动机版摇篮，舒服吧？只要发条上足，全自动摇一整晚，必属精品。不枉我这2年把神医机关武学全学了个遍，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隐居生活，简直爽翻天啊！从长安城逃出来快2年了，当年父皇非要逼我嫁给长孙冲。若不是我逃婚偶遇了夫君，怎会知道世上竟有如此奇男子？他说话大胆，行事乖张，却又满腹奇才。仅仅3天，我就沦陷了。我李丽质真是3生有幸，只是我还不敢告诉他，我其实是当朝长公主。夫君，奴家剥了好些莲蓬，你尝尝。呀，娘子，莲蓬哪有你甜啊？你今天怎么又漂亮了？夫君，大白天的还在院子里呢，孩子们都看着。怕什么？你看这婴儿车全自动的，不用咱们操心了。晚上夫君给你看点更厉害的，我刚发明了几件新式衣物。夫君，你又没正经！赵家娘子发什么狗粮呢？快快快！赵家娘子去村东头的棋牌室打麻将去，就等你了，3缺1。夫君，奴家可以去吗？去，多带点碎银子，输了算你老公我的。晚上记得回来吃饭就行。谢谢夫君。无敌是多么寂寞，连吐蕃蛮子都被我发明的连弩打得不敢露头了。这日子除了造人，真是安逸的有些枯燥啊。传朕旨意，封锁全村。朕倒要看看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野男人，敢把朕的掌上明珠藏在这种破地方受苦。好大的胆子！一个乡野村夫也敢拐走我的女儿！今日若是他受了半点委屈，我定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。老爷息怒，说好了先伪装探查，切莫暴露身份啊！老爷放心，要是那小子敢让小姐吃苦，俺……哼！哟，3位衍生啊！外乡来的客商，好水喝的。朕乃堂堂大唐天子，就这普普通通毫无贵气的乡巴佬，也配做朕的女婿？正是。这是你的孩子！一抬3个！长乐，我这就喜当老爷了。原来如此，恭喜小郎君，贺喜小郎君。嗨，客气啥？看你们风尘仆仆的，进屋，我请你们吃火锅。等等，现在寒冬才刚过，地里的草都没发芽，你这绿油油的菜是从哪儿变出来的？这违背天时之物，你从何得来？
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有个叫温室大棚的东西，听过没？简单的很，有了它，一年四季绿叶菜不断。我们村家家户户天天吃，吃不完的直接喂猪啊！什么喂猪？暴殄天物啊！此人竟有逆转天时的本事，共同村妇若能为我所用，大唐盛世可期。必须先稳住他，探清他的底细。小郎君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其实是外地来的大粮商，本来是想进村看看有没有余粮收。啊！你们是收粮食的？哎呀呀！哎呀呀！你们可算来对地方了，来对地方了。怎么了？是要收粮食？很好。哎，旧粮还没吃完，新粮又下来了，粮食全都堆在仓库里，快他妈放发霉，放烂了！你他妈在逗我！你当今百姓能吃上一口饱饭就谢天谢地了，你这村里的粮食烂在仓库里！小郎君，你可万万不能戏言。你们这村到底存有多少余粮？具体没细算，反正100万斤总是有的吧。这是牛肉，这是牛肉。嘘，咱们村里的耕牛太多了，偶尔吃几头没关系的。太多！你可知私宰耕牛是死罪？怎么可能还会太多？你小子唬我们吧！是啊，我发明了好几种新农具，不消半日就能耕好几亩田。我不信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天2亩顶天了，你们想累死耕牛吗？绝无可能！先吃火锅啊，吃完了带你们去看新农具。对了，你们之前不是问粮食吗？想要收多少，我们就卖多少。天下百姓难以果腹，若是真的，那一次战争的消耗乃至天下灾民都有救了。你搞出这么多名堂，就不怕被官员发现？山高皇帝远，就算是李二发现了，咱也不怕呀。李二，小兄弟，你一口一个李二，就不怕当今圣上知道了，治你个大不敬的死罪？他管天管地，还能管到我这山沟里？他就算真来了，我随便给他点好处，保准他不治我的罪，还得谢谢我呢。这又是什么？为何我从未瞧见过？那是土豆，算你们走运。这东西哪怕是皇宫里那位，也绝对没吃过。这土豆亩产多少？多的时候3000多斤吧。没开玩笑吧？3000多斤？那是多的时候。吓老夫一跳！老夫就说嘛，怎么可能？少的时候也就1000多斤吧。多少？赵小友，此物可耐寒耐旱，若是种在我大唐关中贫瘠之地，也能有这般收成。随便种，见养活得很。这猪肉怎么这么香，竟没有一点骚味儿？很简单，只需将小猪进行阉割，我们村的猪一只差不多能长到200斤呢。200斤，吃的差不多了吧？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新农具，还有那100亩土豆田。咱们刚才谈的那100万斤粮食，全靠这些宝贝撑着呢。这就是你说的神物所在，温室大棚。我还以为是什么金银琉璃造的仙阁呢，搞了半天就是用几块白布蒙起来的棚子嘛。公子，你这也太故弄玄虚了吧？你知道个球啊你！算了，说了你们这帮土子也不懂，跟我进来。Looking for your girl, she on the job. Non-stop when we in the spot. Booty moving weight like she on the fly. With a drink, I got to know. Tight jeans tattoo, cause I'm rock. 真的？我老程怕不是眼花了吧？啊！ In the club, party rock.
Look a big girl, she on my jock, huh? Now stop where we in spot. Booty moving weight like she on the fly. With a drink, I got to know. 真的是活的绿素，冬天终于有绿素吃了。冬天的绿树，这比肉还要贵上100倍呀！公子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不是只要在外面蒙上一层丝绸就行？你要是随便蒙块布就能做出这温室大棚的效果，我今天就跟你姓李。朕本来就姓李，天下都是我李家的。这小子真有通天之能，朕忍了。此话何解？这温室大棚啊，需要让光线穿进来，又能保证里面的温度不出去。你以为很容易？我可是实验了10几次才弄出来的。要是有塑料，一下就解决了。老房，赶紧滴一下，一个字儿都不许漏。公子能麻烦再说一遍吗？塑料究竟是何物？现在的化学水平连起步都达不到，更别说塑料了。跟上吧，里面好东西多着呢。公子，这是什么？这叫黄瓜，夏天吃清热解毒，甘甜爽口。嘎嘣脆！这黄瓜甘甜无比，带着汁液，竟然是一种我从未吃过的全新蔬菜。好，公子，这个水果我也全包了。哎妈呀，这味道贼好！老李，你看这个，这叫酸酸甜甜，酸酸的，拿西红柿炒鸡蛋，再加上面条，果然是酸酸甜甜，人间极品。赶紧跟上老程，愣着干嘛呢？别弄坏了公子的宝贝。这就叫人间极品啊！黄瓜、番茄不过是丰富一下餐桌罢了，真正的极品是这泥里埋着的东西。只要有了它，哪怕是这凛冬寒月，你大唐的粮食亩产也能轻轻松松突破上千斤。传来贞观3年这新手村，总算把这点能改变大唐光晕的东西捣鼓明白了。看到没，老李？这玩意儿叫辣椒。这东西要是进了长安城的御膳房，我保准连李二那小子都得吃得上瘾。红宝石一样的果子，俺老程先尝为公。哎，那个不能直接吃。有毒！中毒了！救命啊！赵公子，这果子真有剧毒！毒个屁呀！这是极辣的调味品，谁家好人空口嚼朝天椒啊？那边有水桶，赶紧灌水！哎呦，赵先生，您这是从哪个荒郊野岭领回来的土包子客商啊？连辣椒都不会吃，瞧把这黑哥哥辣的，跟猴似的。天子，天客魂，荒郊野岭来的土包子客商。大嫂，你去忙吧，这3位是外地来的粮商，没见过世面。怎么样，老李？我这大棚里的菜，你想要点什么？赵公子，若是大唐百姓冬日都能吃上这等绿蔬，我全都要，行不行？老李胃口挺大，不怕撑着。赵公子，这冬日种菜的温室大棚之术，关乎天下苍生，不知可否传授于我们？赵公子，我知道此等奇术贵若珍宝，必是不传之秘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肯教，我必有重谢。这是一把削铁如泥的绝世宝剑，实不相瞒，乃是当今圣上御赐之物，以此换你大鹏之术，如何？公子可是觉得此物太过贵重，不敢收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垃圾了。垃圾？这可是圣上御赐百炼金刚，你敢说它垃圾？不信？行。前面就是王铁匠的铺子，跟本公子来，今天给你们这帮土包子开开眼界。拿着，你们不是说那御赐宝剑削铁如泥吗？来，往我这把剑上砍。好，老程，
你拿御赐宝剑，我拿这把破剑。In the club, party rock, looking for the jack, now stop, spot, booty moving weight like she on the fly. With a drink, I got 我今天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先是被辣椒辣去半命，现在连御赐宝剑都给干断了。回去陛下不得扒了俺的皮呀！不可能，皇家宝剑被一把村头铁匠打的剑崩断了。你那把御赐宝剑也还算凑合，竟然把我这把剑崩出了个米粒大的缺口。对不住赵先生，这把剑我偷懒把摆断的，保证连个印子都不留。 white diamond now, gang of money. 现在知道为啥刚才大嫂说你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了吧？店家，此等神仙锻造法可是祖传秘方。哪祖传的？这不都是赵先生教我的吗？是老李我有眼无珠，还请先生教我。老李，你干嘛？别学李二那套动不动就让人弯腰。我教老王的叫改良版锻钢法，通过烧炼使铁参碳，这才是真正的优质钢。先生真乃大才，有了此法，我大唐军队战必将鹏之术，只要您开口，我老李倾尽家财必为您办。想要这两样逆天的技术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我要见你们的皇帝李二。我说老李啊，就你说的那个什么入朝为官，别说区区一个官职了，就算李二那个小子现在把皇位让给我，我都干不了。你竟然连官都不尝试，还敢直呼圣上名讳？赵先生，你有温室大棚和锻钢这些神技，入朝为官才能造福天下，而且能有事啊！我不过认识皇亲国戚的，只要你点头，朝廷6部你随便挑。错，大错特错！就拿李二来跟我比，我告诉你，他除了名头响点，什么都比不上我。吃的没我好，睡得没我香，玩的更没我花。我放着神仙过日子不过，去给他打工，我当个屁的官啊！但朕想贵为天子，天下毫无禁规阵营，岂能真的连一口饭、一杯酒都比不落他？行了，别搁这画大饼了。陛下，这个子希望是真的献祭朝廷。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？真是个异类。此子有大才，我老成认了。但他说陛下什么都不如他，我老成第一个不服。赵先生，等一下，按照您教的补充法，新酒酿出来了。好香！老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酒本来就是天下绝品烈酒，除了我们清水村天王老子来了也喝不到，就算是李二那货也行。赵先生，这句话我不服了。这天下的绝世好酒里，圣上可是尝了个遍的。就是我老成什么神仙家教没喝过。少年郎，你又在吹牛了。吹牛？我这酒一次最多2杯，超过10万，神仙也得当场趴下。放倒我！我老成1000杯不对10万，能奈我何？不敢。行啊，10万不倒，这坛酒送你。难道倒了呢？要是我没倒，你就把酿造秘方给我了。成交。倒酒，够劲儿，够冲，好酒啊！少年郎，看好了，放不倒我。不急，还有6万。赵先生，你这回算了，老程却长出了名的千杯不醉。哈哈哈哈！老夫我是不是千杯不醉？老程。赵先生，你这酒李二那货确实比混死了啊！赵先生，你这酒的秘方能不能……老李啊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我加钱。赵先生，听说村里还有什么客栈、学校，还有什么我们没见过的？多了，走吧，带你们长长见识。健身啊，经常锻炼身体，保持身体健康。老李，别小看这些东西，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天天练功，腰不酸腿不痛，个个能活到80岁。哼，这比你家李二天天吃山珍海味、蹭御膳房的补药都管用。我的酒才是真神仙，懂吗？如果是要让敢保持身体健康，赵先生，我敢断议，你这种所谓的健身方法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的老腰！赵先生，刚才那酒确实邪门，我老李服气。哼，然强身健体之道，我却不服。你看那人挂在木杆子上晃的，还有那个趴在地上王八样的，哼，这跟什么锻炼？不如我教他们一套军中长拳，那才叫管用。军中长拳？老李啊，你一个倒腾粮食的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老孙老刘。过来接客啦！喏，这城里来的粮商说要教你们健身。老头子，我健身1年半，引体向上，欢迎不喘气儿也能做35，这身子骨虚成这样，教我什么？掌柜的，要不
咱别比了吧，这清水村处处透着邪门。比？为什么不比？我南征北战，还能被2个老孙看扁了？赵先生，打个赌，要是我赢了这俩老汉，那绝世烈酒的配方传给我。有了那酒，我商队伙计过冬就不会冻死了。行，赢了，酒方白送你。第16个。到底是什么邪术？发生如此简单的动作，竟然这么难！因为这是练肌肉的极限训练。诚实告诉你，这只是我给下面强身健体的简化版，可以用完整版放在军队里，打造出特种兵。威力当真如此之大，先生能否教我？我说老李，你一个倒腾粮食的，学着特种兵训练法，不教。小学想必就是乡野私塾吧？赵先生，你这穷乡僻壤的，哪能请到什么好西西？哟，老庞不服气是吧？行，铁柱、二娘过来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一个粮仓15个人往里搬运粮食，每一个人都要搬运18袋粮食，那这粮仓里总共有多少袋粮食？15、3、45。瞬间犀利诀。听题：一户农户1亩地收9袋粮食，30亩地一共收多少袋？3、9、27，加上继位，这270袋。哟，老房，你不是吹牛说自己还能教当今太子吗？怎么，我这随便一道题，你连小学生的计算速度都跟不上？这不可能，老夫怎会不如志同？小娃娃，这些奇怪的数列是什么？数式计算呀，你们老师没教你们吗？老李，你个做粮食生意的，就别跟着凑算术的热闹了。反正你平时收粮记账也用不上这么高级的算法。叔叔，背熟99乘法表，一下就能算出来了呀。怎么样，老房，服不服？不服我再出题，将一个鸡蛋和一根木头扔到水里，为什么鸡蛋沉下去了，木头却浮起来了？啊，这……我操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鸡蛋比较重？错啦，老师教过，是因为鸡蛋的密度比水大，所以沉下去了。木头的密度比水小，受到的浮力能拖住它，就浮起来了。密度、浮力。为什么鱼能在水里游，人却不能在水里生活？因为鱼有鳃，体内有鱼泡，能在水里呼吸，人没有鳃。真是太聪明了，老房，现在服了吗？赵先生，这是去年我们学校的账单支出，您过目。赵先生，这账册上的符号和记账方法为何我闻所未闻？这是我发明的阿拉伯数字，用1123代替1123，如果是2位数，往后加个数字就行，12、13这样。还有这种柱状图，老李，以后你采购粮食的支出画个图表，一目了然。这种简化画版的数字，若能推广全国，记账将不再是难题。我是彻底服气了。账册没问题，走，我带你们进学堂里转转，看看孩子们上课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山。赵先生，可知这诗是何人所作？不才，正是在下所作。也只有先生这等旷世奇才，才能做出此等千古绝句。这里普及自然科学，后期还会加入物理和化学。掌握了这些原理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们能造出火箭，送人类上天。上天？人还能上天？既然能下海，自然就能上天。先生教的这些东西，我活了半辈子闻所未闻，今日真是开了眼界了。这学堂办得太好了，
您为何会想到要办学？因为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。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千秋万代，必须注重教育。好一个少年强则国强！先生此言振聋发聩。赵先生，您这样的大才屈居在这小小的清水村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您若愿意出山，我这就去帮您走动，保您入朝为官。让我去当官，可以啊，除非他李二亲自坐着龙辇过来，我才会勉强考虑一下。先生想直接拜您为师了，你还真敢让陛下三顾茅庐啊！好，赵先生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既然聊到这儿了，考考你们，你们知道我们居住在什么上面吗？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？这题简单难，我们自然是分地上，0分。我们住在一个球体上，是以下这片土地，还是个鲜大的球？绝不可能。若是球体，人岂不要掉下来？老李，如果地是平的，为什么不能第一时间看到全部？来，蹲下，我给你们画个图。这就是地球，4大洋，7大洲，大唐嘛，那。在这儿，就这么点儿。旁边是吐蕃，过去是中东、非洲，欧洲有存续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，海外更是有无数未被发现的广袤大陆。这天下竟如此之大，若有朝一日，我大唐铁骑能横扫这天下。哈哈，老李，你就是个卖粮食的，横扫天下的事儿就交给李二那小子去头疼吧。听先生一席话，我老李才知道什么是坐井观天。世界之大，竟还能如此！赵先生，您刚才说的那种新式学堂教的东西，真能秒杀当朝傩子剑？废话，那可是领先现在不知道多少个版本的东西。那这种办学，岂不是可以彻底打破世家对知识的垄断，抑制世家大族？教育本来就能解决阶级固化，这不是常识吗？可如大唐人才，基本全武七宗等世家门阀捏在手里啊！那就改良科举啊，1年1次，不限门第出身，最后再加个殿试。什么是殿试？就是让长安城里李二那小子亲自当考官面试呗，自己选拔天子门生，除了文举，再搞个武举，专门选拔寒门文武双管齐下，世家算个屁！先生直呼朕的门卫，倒也新奇，只是这一口一个李二小子，听着实在别扭。这不要面子的吗？先生大才，殿试之法简直绝妙。那关于科举的具体内容和规章还有吗？我说老李，你一个倒卖粮食的商贾，成天咸吃萝卜淡操心干嘛？这种国家大事让李二去头疼就行了。咋的？想造反啊？没有，我老李绝对是大大的良民。既然不造反，就少打。而且我刚才说的科举，对付世家勉勉强强吧，还是比不上高考。什么是高考？科举的终极进化版，秒杀科举无数条街。只要搞出高考，全天下人才流入世家的。赵先生，您上回说的高考到底是何模样？真能比科举还厉害？说白了，高考就是全民统一考试，按分数录取，不分贵贱，全凭本事，而且分文理科，不光教诗词歌赋，还教算术、格物、农耕、工程，培养的是能干活的人，不是只会直呼歌言的酸儒。这东西才是从根上挖世家的祖坟。不问贵贱，妙，太妙了！灭世家易如反掌，文化、权力、土地。文化靠高考，权力嘛，我有一招掺沙子之法，能完美分化地方权力。资本化，即将暗出什么是资本化？这些东西先印刷术搞明白，教育普及下去，基础打好了，后面的自然就通。赵先生，您之前让我们导读的那个货字印刷术搞出来了。好，走去看看。先生，这工匠主义不行啊，这上面的字儿怎么全刻反了？原来如此，镜像反转，印在纸上便是正字，和盖章同理，却比雕版灵活万倍责备，简直是天工开物。听听，老李啊老李，你不仅没文化，还不如老黄有见识。先生，之前咱们用雕版印《三字经》，刻一套版要3个月，现在用货字，半天就能排好版，1天就能印几百本，成了，神了！简直神了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兜了不出半年，全天下的百姓七宗那些光鲜亮丽的皮囊底下，藏着多少暗撒事儿！赵先生，此物一出，世家对书籍的垄断将不攻自破啊！那当然，不过要不是为了印《西游记》，我都懒得费这功夫发明这个。先生，这又是您发明的？废话，除了我还能有谁？难道是长安城里那个只知道打仗的李二发明的？先生，这货字印刷的技术能否售卖于我？有了朝廷的文书印发，将一日千里啊！老李，你这人怎么鼠目寸光？朝廷文书算个屁！先紧《西游记》给我印一册书，抓紧时间，到时候咱们把书卖到长安去，狂收版权费。什么是《西游记》？走，没见识的老李，我带你去酒楼长长见识。各位看官，承接上回，咱们今日接着讲这第10回。这一回的名字叫做老龙王卓记犯天涛，李世民因私脱罪。李世民因私脱罪下地狱，啥玩意儿？我李世民因私脱罪下地狱？老李啊，这刺激不？李二那小子要是知道自己被写进神魔小说里，还下了地府，估计脸都要绿了。诸位看官，你道这大唐天子李世民为何会入阴司？皆因他玄武门之变，弑兄逼父，欠下了滔天血债，这才被阎罗王拘去地府对质。玄武门之变乃是皇家最高机密，他怎么会知道内情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却说那魏征梦中挥剑，咔嚓，那金河老龙的龙头便直挺挺地落在了十字街头。陛下惊问，魏征叩头道：“
臣方才一梦，已将老龙斩于虚空。什么？魏征那个只会怼人的二愣子，还能梦中斩龙？老爷，镇定，镇定。随后，唐王钦点高僧唐玄奘踏上西天取经之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哎，怎么就没了？你敢断更？信不信我送你进宫当太监？客官莫急，这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全都是赵先生教我的。先生，这等神话奇书，连那贞观2年出走的唐玄奘你都一清二楚，这都是你想出来的？鸡操物六，不就是个睡前故事吗？老李，你要是没听说，明天我给你整一出《水浒传》。那《西游记》的后面没了呗？明天赶早，走，带你们长长见识去。坏了，我堂堂大唐天帝微服斯坦是为了看看我那是至尊宝贝里面长乐公主，我可恨不得被这小子故事给勾走魂了。先生年少有为，不知是如何结识尊夫人呢？老李，别的这块我拿捏的死死的，只要我出马，全天下的女人没有拿不下的。那就算是大唐的公主呢。完了，陛下起杀心了。公主怎么了？公主也是女人啊，照样手到擒来。那先生想娶几个呀？弱水3千，只取一瓢。我就喜欢我家朵儿一个。算你年纪轻轻，为何说话总是老气横秋？老李啊，你不懂，等哪天你能穿越了，你就明白了。走，老李带你去我们村最刺激的地方开开眼。哎，我媳妇呢？赵先生，你家娘子输光零花钱回家啦！夫君回来啦！这败家娘们儿，老李玩2把都顶告你，在这儿容易输的连底裤都不剩。我老李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老房上桌，3个7带1张5，跑了，拿钱。先欠着，再来，就不信赢不了你这小子。欠条拿好，签字画押。哈哈哈哈！先生，我手里就剩1对2了。哦，是吗？天王炸！再来，这把我必赢。3、4、5、6、7顺子，老李老玩房，我是地主加炸弹，金额翻倍，写签条。先生，这张大王一出，我就赢了。你在想屁吃？哎呀，老李欠了黄金1000两，老房500两。老李，你真是个送财童子啊！老房，记住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老爷，这坑死老臣了。那点算什么？为夫回来了。对不起，你给我的钱我都输光了。你看，这是夫君刚从2个傻子赢来的1000两黄金。哇，夫君你好厉害！你，哎呦喂，老爷，您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呀？好像是有点病了。老李，你们俩有病啊？声音怎么都变了？没病，真没病。没病，你走2步我看看。夫君，别打趣外人了。好小子，拐了我宝贝女儿，还赢了我1000两黄金，这笔账咱们慢慢算。这2个长安来的土财主，天天赖在我家蹭吃蹭喝，还不知道我老婆就是大唐陶坤出来的贵族千金吧？哎，不用送了，老李老房，我家晚上可不留客吃饭，赶紧走。为什么呀，赵先生？咱们这正聊到对付世家的关键。什么为什么？你们2个老光棍不懂什么是夫妻2人世界吗？难道你们还要留在这儿扒墙根听墙角啊？这臭小子，要不是看在他今天弄出的这些神物份上，真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个便宜女婿。夫君，别乱说。听见没？我娘子嫌你们碍事了，我们这就走。赵先生，我们明日再来拜访。好了，朵儿，现在是我们的2人世界了。真没想到，他不仅过得好，还给朕找了个这么不可思议的女婿。陛下，温室大棚、土豆、货字印刷，此子之才简直是治国安邦的神器呀！朕现在甚至怀疑，要能得他倾心相授，得到解决世家的方法，朕的大唐将成就万世基业。陛下，你给出10万，我们钱在这里住下，慢慢套他的话。妙极，让太子3代国政决断不了的，快马送来这清水村。原因，赵臣此子与原本定下的驸马长孙冲相比，如何？长孙冲背后可是国舅长孙无忌，陛下这么问，分明是要为了赵臣悔婚啊！回陛下，赵臣乃在世鬼才，长孙冲与之相比，犹如萤火比之皓月。好，就算得罪长孙无忌，朕也绝不让这颗明珠蒙尘。老李那家伙看着人模狗样，今天非拉着我问怎么对付世家大族。那夫君怎么说？这还用问？科举制加上我发明的货字印刷术，打破知识垄断，直接挖断那些世家的根，多简单点事儿。别管他们了，来，娘子尝尝为夫做的爆炒肉片。哎呀，头疼死俺老程了。陈爱卿，你这酒量退步了。陛下，千万别笑话蒸馏酒，那赵臣酿是御寒神器呀！这小子莫不是神仙凡？就算是仙人，也是朕的女婿，跑不了。来，玩把斗地主，朕就不信了。今天在赵臣那小子手里输的钱，赢不回来。陛下，臣今天在赵先生那儿已经输了好几百两了。少废话，等下你可以赢朕啊！陛下，借臣10个胆子，臣也不敢赢您啊！朕6、7、8、9、10顺子，忘说了，朕就剩2张牌了。臣不要1对 K， 给钱，一人100两，赶紧写欠条。合着您在女婿那儿受了气，跑来割我们臣子的韭菜呀？今日赵臣告诉朕，这个世界有7大洲，这里是东罗马帝国。竟然还有这么多未征服的地方！
陛下，你有何打算？天下之大，皆为唐土。朕要大唐的铁骑横扫天下，别说东罗马帝国，朕连他整个欧洲都要打下来。好，老臣愿为先锋，为陛下踏平欧洲。陛下，成就此等霸业，首先得请动赵臣出山呐。明日，朕亲自去敲门。娘子，醒了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这大好时光，正适合咱们做点晨间运动啊。夫君，大白天的不太好吧？祖宗，你真是你爹我的活祖宗啊！半夜2点换尿布，大清早还要热羊奶，这爹当的比当大唐皇帝还累啊！赵先生，开门呐！老李，我带好酒好菜来给你请安了。靠，这俩老光棍怎么又来了？到底有完没完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奶瓶来了，你们3个小祖宗。总算安静了。这大清早的，老李，你有病啊！一大早就堵我家门口，我媳妇还没换衣服呢。那是朕的长公主，朕怎么总觉得好好的白菜被这头猪给拱了？陛下，这小子也太狂了！要是在军营里，俺非得抽他几十鞭子不可，还敢让咱们在这干等？陛下，您看，这狗跟那小子一个德行，都懒懒散散的，没个正形。我看这狗好像吃的也不怎么好，瘦巴巴的。这是在赏我们？老程，很好笑吗？回陛下，不好笑。完了，俺活了大半辈子，过得还不如一条狗。我说你们3个一大早就堵我家门口，不知道扰人清梦是要遭雷劈的，我还想多睡会儿呢。赵先生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该起了。我有赖巢综合症。再说了，我本来还要做晨日运动呢，全被你们3个搅和了。先生，何谓晨日运动？可是和先生之前教我们的健身之法一样。老房啊，你都一把年纪了，这事儿就别打听了。这晨日运动是年轻人才能享受的，你这身子骨扛不住。行了，别在门口站着了。你们吃早饭了没？吃过了。没空跟你玩，自己一边玩去。那你们先进来坐，我先吃个早饭，顺便刷个牙。先生，这又是个啥新鲜玩意儿？看着怪稀奇的。牙刷，你们平时不刷牙的，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会烂牙牙痛，到时候疼起来饭都吃不了。难怪昨儿啃鸡腿疼得睡不着。原来如此，原来这就是刷牙，回头俺也得弄一个试试。老黑，你凑这么近干嘛？还跟风学我？先生，你这牙刷上沾的白花花的东西是啥呀？盐啊，还能是啥？什么？盐？什么？我操你干嘛？嗓门这么大，我耳膜都快被你震破了。老爷，细盐是细盐啊，一点苦味涩味都没有的顶级细盐。真的一点苦涩味都没有，雪白雪白的，连一点杂质看过。老爷，陛下，这盐点的品质比皇宫里的贡品贡盐还要好上100倍1000倍啊！我说你们3个疯了，能不能先让我刷完牙？我这嘴里还全是咸味呢。嫌这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自己做的啊。行了，先把木盒给我，我牙还没刷完呢。不给！先生，你这简直是暴殄天物！你知道这细盐百姓这一辈子都吃不上一口啊，就连皇宫里也只有陛下和几位娘娘能用上，你竟然拿这么好的细盐刷牙！靠，老黑你有病啊！这种盐我家里足足有3大，你想要等下自己进去拿就是了，抢我的干嘛？3大缸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找到了！天啊，全是细盐，一点杂质都没有，全是。这何止是3大缸，单这1缸就够整个长安城用上许久了。先生，我为方才的失礼向您道歉，实在是您这细盐太过震撼，我们3人失态了。正常，你们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我能理解。俺可是卢国公啊，旁边一个是皇帝，一个是宰相。敢问先生，这等绝世细盐，您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？先生，这盐怎么能白成这样？一点苦腥味都没有。先生，我行走天下数10年，见过皇宫里最好的贡品之盐，都不及您这盐的1/1000。是啊，先生，这细盐若是流入市面，别说寻常百姓，就连皇族都得抢破头。老李啊，你不是个粮商吗？怎么粮食生意做腻了，又打起我食盐的主意了？我是先生，我家老爷虽是主营粮食，但生意做得广，怪不得有关系就是好。
做买卖都比别人路子宽。先生，您这制盐的法子能不能卖给我？价钱您随便开，绝不还价。卖可以，我把制盐方法教给你，你去制盐售卖，我要分成收费，每赚一笔钱，我要4成的分红。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先生，您只要4成太少了，我给您6成。老李，你这人还挺实在。我只要算和皇族有交情，做军队的盐点生意，各处官府要打点，朝廷要抽税，哪样不要钱？制盐，现在百姓再也不用吃歹毒的醋，边境军队战力直接翻倍。这先生简直是天降地师。法子嘛，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，按了手印，我再一字不差的交给你。没问题，就按先生说的办。我明日就让人把拟好的合同送过来，保准让先生满意。夫君，早饭做好了。辛苦朵儿了。三哥，不是说在城里吃过早饭了吗？怎么凑过来跟我家大黄一样，闻着味儿就走不动道了？先生，这什么面怎么能这么香？没吃过吧？而且我这面是拉面，跟你吃的那硬邦邦的面片汤可不一样。再配上我这独家的西红柿鸡蛋卤，加了细盐和秘制调料，香是自然的。先生，我能尝一口吗？就1口。得，再靠近点儿，你口水都掉我碗里了。朵儿，去给他们也盛3碗过来。好，我早就多煮了一些，这就去端。爽啊！我说老黑，你别光看着我吃啊，你们不是吃过了吗？吃是吃了，可我现在看着先生吃面，又觉得饿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真是饿死鬼投胎，老黑，你这也太夸张了。先生，你碗里还有鸡蛋，我这没有了，要不你把那咬了一半的鸡蛋给我呗？我这都咬过了，吃剩下的。没关系，我不嫌弃。我嫌弃啊！一碗家常，如此筋道滑腿，传到之后，这少年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。不知道了吧？你们吃的那叫什么面？根本就不叫面。想让面筋道，必须按比例加盐加水，反复揉捏搓打，最后反复拉制，这样做出来的面才够劲儿。不是吧，老黑，你这就吃完了？先生，还能再来一碗不？老黑，你真是一头牛啊！一碗小小的面条，竟有这么多讲究。废话，治大国如烹小文，听过没？那自然听过，出自老子的《道道经》。哟，还有点文化，不错。其实不管是煮面还是治国，道理都是通的，都得讲究方式方法。哦，先生此言怎讲？老爷，您让你的合同我们送过来了。先生，您看一下这合同，要是有哪里不满意，我们当场改，条款没问题，回头按了手印就算定下来了。先生，您刚才做粮食生意，还金陵降下，见多了百姓穷苦，实在想不通，怎么才能让家家户都富起来？这还不简单，让百姓谁有钱，日子过得富裕了，国家自然就强了。你想啊，百姓手里有钱了，才有购买力，才会去买各种东西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买的人多了，商家就会想办法多生产改良产品，各种新的技术、新的农具，自然就会被发明出来，整个社会生产力不就提上去了？先生此言真是振聋华客，我大唐向来重农抑商，却从未流通，竟有如此大用。这先生简直是天降的地师，短短几句话就把治国的本说透了。道理很简单，只是你们当局者迷罢了。那我再问你们，想带动百姓经济，让大家都先做什么？第一，先轻徭薄赋，鼓励耕种。那难道是开矿，多挖点金银铜铁？都不对，记住了，想致富，先修路。修路？对，就是修路。你想啊，如果路修好了，交通方便了，我这院子里种的菜、养的鸡、制的盐，1天之内做出了卖的就好，我自然就能赚钱。不只是我，村里的百姓种的粮食、蔬菜、养的牲畜，都能快速运到城里卖，不用再担心路远烂在路上，家家户户都能多赚钱，这不就富起来了？再说朝廷这边，路修通了，朝廷的旨意是不是能更快更准的传到百姓耳朵里？原来圣旨只能传到州府大城市，现在路修到村里，能直接到每个百姓耳朵里，中间的官员命令想歪曲旨意，欺上瞒下都没机会。先生一语中的，老夫佩服。这些年各地官员阳奉都是路修通了，这个难题直接迎刃而解。还有更重要的，朝廷的旨意都是有时效性的，比如皇帝下了一道鼓励春耕的圣旨，结果路上走了2、3个月，传到村里都5、6月份了，秧都插完了，这圣旨还有什么用？行了，老黑，瞧瞧你这点出息，一碗面而已，至于把碗都舔出火星子了？的确挺没出息的。赵先生，今天去不去田地里啊？初春了，该插秧了，正好试试你教我们做的那个曲园梨。行，我这就去，正好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不瞒您说，我做粮食生意，最看重的就是种子和耕种之法，正好开开眼界。放心，我这曲圈梨保准让你大开眼界。我的女儿啊，真是好白菜被猪拱了。走吧，去田里。赵先生，您来了。是啊，大伙忙着呢。可不是嘛，今年的秧苗格外好，等我把这亩田犁完，就准备插秧了。还是先生您教的曲园梨好用，不然哪能这么快？老赵，稍等一下，敢问你这梨是何物？怎么和我们平常见的植园梨完全不一样？这梨的梨芽是弯的，梨货的角度也能调，这比现在的植园神梨强太多了。老赵，能不能先停下，让我们好好看看这梨？没问题，几位想看就尽管看，这都是赵先生教我们做的。这梨太不一般了。那肯定的，我们都叫它曲园梨。我用这梨，一个人一头牛，一个上午就能耕上3亩田，轻松的很。什么？一个上午3亩田？对啊，这曲园梨可好用了，调转方向特别方便，省力的很，就算是妇女都能扶着梨干活。什么？
一个上午3亩田，还是一个人1头牛？只要是全大唐都用上这曲园梨10倍，大唐的粮仓再也不会空了。就算是闹灾荒，也不怕百姓没饭吃了。这赵晨哪里是个普通的种田先生，他是上天赐给我大唐的定国之宝啊！先生大才，仅凭这一架曲园梨就可造福万民，功在千秋。老夫佩服。先生，你这梨也太牛了，老程我服了。赵先生，您这几位朋友比我们第一次见这曲园梨的时候还震惊呢。老李，你不是做粮食生意的吗？这曲园梨能不能让你大开眼界？先生大才，是李某有眼不识泰山，梨何止是大开眼界，简直是颠覆认知。若是天下百姓都能用上这梨，那真是大唐之幸。这梨我要了啊！你们求我没用啊？对，钱管够，这梨我们今天必须带走。价钱不是问题，我出市价20倍，只求张梨的完整技法。你们求我没用啊？这梨是村里按户分的，想要去村中心领图纸就行，家家户户都有，不花钱。你说什么？这梨竟不是独一份，全村都有？那当然，这梨是我们赵先生发明的，照着他给的图纸，全村铁匠铺一起打了上百张。我们村现在家家都用这个。唉，穿越到真狂3年，果然到哪都像黑夜里的萤火虫。先生，这曲园木当真是你发明的？唉，昨天就跟你们说过，我这人没别的本事，就爱搞点小发明。你们怎么不长记性？难道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别人能造出这东西？你们3个真是让我很失望啊！先生，这梨到底改了啥地方，能这么好使？俺老程耕了半辈子地，从没见过这么劲儿的梨。很简单，2核心改动：第一，长直圆改短曲圆，掉头转弯灵活，还省了1半牛力，哪怕只有1头牛也能轻松耕地。第二，加了梨表好土深涧，入土翻土碎土一步到位，阻力减了大半，还能精耕细作。我亲自试试。驾！先生大才，此物若是推广至全大唐，天下百姓再无耕地难、耕牛缺之苦。先生想要什么赏术，只要我李某人能办到，绝无二话。老李，你这生意做得还挺广，食盐粮食都做，现在连农具生意都要插一脚。没错，只要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，我什么都做。赵先生，这梨的图纸你肯割爱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回头我把完整图纸给你，你找人照着做就行，不用给我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多谢先生，我替天下百姓谢过先生。老房，说实话，这赵先生真不是天上下凡的仙人，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。现在你知道陛下为何迟迟不亮身份了吧？这个赵先生深不可测，民间驸马，陛下跟着求学者似的。来了，天大地大，这位先生怕是要比公主还先占了陛下的心。先生又来了。那是什么？这玩意儿自己会种地？楼车，犁完地播种用的。这播种效率如何？1日1亩地不是问题。下面3个开沟器，开沟下种覆土整压一步到位，不用人弯腰撒种，不用人跟着覆土，省时省力，还能控制播种间距，出苗率翻1倍。怎么，李兄，要不要试试？老程，你去。好嘞。太方便了，真的太方便了！这玩意儿比人工撒种强100倍。往年播种要全家老小齐上阵，现在一个人1头牛就全干了。一户农家耕种2户就能省出10几天的农时，多出来的时间能多开半亩荒地。全国算下来，1年能多垦100万亩田，多收1000万担。这哪里是农具，这是大唐的国运啊！绝配！曲园梨配这牛车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大唐的粮食必然能迎来暴涨。唉，又疯了2个，不就是个小小的曲园梨和楼车吗？至于这么惊讶？哪天我把火车造出来，你老李不得直接吓得上天？是太大惊小怪了。这楼车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要。老规矩，和金岩一样，图纸我都给你，后续你推广出去，赚了钱分我3成就行。好啊，别说3成，5成我都愿意。先生，要是全天下的百姓都能用得上这曲园梨和楼车，天总理还能轻松了太多。怎么不见你自己下田耕地啊？这些东西都是我发明的，粮食量翻了好几倍。你双拼的事儿，我和怪学问的铁劲儿，那是自然。连这么图纸和技术，他们每年动的粮食哪里需要亲自下田？老李，怪不得你能当一家之主，得还是你懂。你这就觉得厉害了？这还算难的，真要简单，到时候一个人开着拖拉机，直接一下撵过去，钱就犁完了。收割也一样，开着收割机，一天能收拾几亩地。敢问先生，什么是拖拉机？什么都轻松割机，多少钱？我买，我全买了。你想买也没得，科技树还没点到呢，知道不？科技树那又是什么玩意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反正现在不可能造出来。要想真做到那一步，首先得让全国百姓生活富足，建科学实验室，全面推进学科内燃技，那个时候才差不多。先生放心，他妈的，我这里是有科技树，可没材料啊。系统就给了点种子，橡胶还得去东南亚抢。先生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？去看看我种的农作物吧，还有小麦，对，还有土豆。先生好，先生好，先生好。若是全天下的百姓都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那就好了。他们一定会过上这样的日子，一定。这才只是开始呢，真正的好东西在那边。
先生，这山上土地贫瘠，光照也不如山下，种庄稼长势可不好啊！你怎么还开垦了这么多地？所以这山上基本种的都是土豆。土豆，就是先生你说的亩产几千斤，能让天下百姓再也不挨饿的土豆。不然呢？这一株就能这么多？祥瑞，真正的祥瑞呀！天降祥瑞于大唐啊！